麻烦你们动作快一点，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包建华，科长，科长，什么情况？武装特务把包建华给劫走了。你等着受处分吧你！局长，这次的任务出了这么大岔子，责任在我，我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处分能解决问题，我给你10个处分。现在啊，是要搞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敌人实在太狡猾了，没想到他们居然会用石灰，要不是……住嘴！你以为敌人的胜利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石灰这种简单的战术手法？幼稚！你们都好好想想，为什么你们都已经料到敌人会主动上门，而且你们都有所防范了，为什么敌人还会得手？想过这个问题吗？局长，是我轻敌了。算你还知道问题的关键。你们要知道，你们面对的不是一群小偷小盗，你们面对的是一群丧心病狂的武装特务，是一群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家伙。是，没能提早发现并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动，是我失职。就是，现在敌人不断的在冒头，我们哪能面面俱到？什么话？难道你不知道，身为一名人民警察，要做的就是杜绝一切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破坏行为？你不能面面俱到，那你的背后就是百姓的鲜血，就是人民群众的唾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不明事理的部下？我错了。好好反思。是。包建华的下落必须尽快搞清楚。是。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学，你们抓我干什么呀？你也别太小瞧自己了，你这个穷书生啊，有的时候还真能帮上我们大忙。
什么意思？春江大桥是你设计的吧？对，它是我最得意的作品。那好，我要炸了你这得意的作品，最好从哪入手？高等特务，你们太卑鄙了！你们居然想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会遭雷劈的！做我们这行的，本身就没有来世，直降金上。说怎么样，又快又省事，能炸了你这破桥？我去，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我跟你说，我呀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把他给毁了而无动于衷的。狗狗！有消息说，崔家投资的电厂大桥和自来水厂的设计图，都在崔家的密室。这个消息可靠吗？这个消息当然可靠。根据推测，崔家的密室可能就在电厂里面。电厂这么大，谁知道他们把密室修在哪儿了？最好能拿到电厂结构图。明天我去找崔胜文，你派人潜入电厂找一找。记住，一定要隐蔽。去吧。是。哟，贵客造访呀！想必二叔是获悉了消息，特意来慰问咱们兄弟俩的吧？特派员和野狼兄率部排雷3天，打开了军火库的大门，当然值得慰问。慰问个屁！我跟我大哥2个人熬了3天3夜，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替你们把大门打开了。里面是什么呀？一堆的破铜烂铁。我想好好问问咱们诸位，咱们是该慰问呢，还是该问罪？野狼，你屡次犯傻，你信不信我毙了你？干什么？党国反攻大业未竟，委员长和毛局长怎么嘱咐我们的？同心戮力，精诚团结。你们在干什么？二叔，你明察秋毫，应该能看出来呀。这野狼心里有火气，无非是因为惊蛰行动受阻，武器库横生枝节而已嘛。既然如此，你还跟他计较，那岂不是失了大度？我看呀，咱们应该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如何应对才是重中之重。不是大哥，怎么应对啊？那批枪半路被共军劫走，让兄弟们赤膊上阵，我可不答应啊！那依我看呀，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刻电告毛局长，让他派飞机空投军火，以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哎呀，总指挥无能，那怎么办？那只能走此险棋了。不可能。这虽然是一个险招，但是哪怕有1成胜算，也应该试试吧。现在共党坐拥大陆，处处涉险，空投军火，那不就等于肉包子打狗吗？你投多少，他们都能照单全收。这一点，特派员你想不明白？那二叔的高见呢？这些你们就别管了，我自有办法。你只需要和野狼弄到电厂的结构图，还有2辆卡车。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去破译军火库密码已经劳师动众了，你现在又要让我们去动电厂，而且你知道那个电厂是我们崔家的。哦，我明白了，
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你冲我来，你冲着我家干什么呀？野狼！二叔，刚才野狼所言虽然是桀骜难听，但我觉得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咱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缺乏武器弹药。如果现在贸然行动，很有可能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反共游击纵队得不到军火补充的话，那他们就会无所事事。咱们是不是应该尽早的让国防部空投军火？这才是上策呀。亦或是电厂中另有乾坤，可解我们的燃眉之急。特派员，你是不是管的有点多呀？不过你们放心，所缺武器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你们就不要发牢骚。至于电厂事宜，你们只管听命，各种缘由均属机密。但是这次如果你们成功了，我就会向上峰呈报，给你们每个人记一大功。再大的功也抵不过我们家一座电厂。既然上峰如此不近人情，老子不奉陪了。看来你这位兄弟对我意见颇大呀。不知道特派员是不是也怀疑我的这个计划，宁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而不去执行呢？只要是党国的指示，卑职自当领命。但是二叔，也请你早日给我解释，省得我每次都要向上峰发报求证，啊，免得局里的同事还以为我跟您有隙，怀疑您的能力，再来个临阵换将，这个结果可不是我曹某人愿意看到的。你说是不是？特派员果然是能言善辩。好，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您愿意指教，我哪敢不领教啊？来份报纸。朋友，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吗？谢谢。接个活儿。二叔让我准备2辆卡车，还有司机，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他要卡车干什么？我拒绝了，那不是我该干的事儿。你不干，他还会找别人干。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下一个行动目标。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吗？我是春城电厂的，我们电厂现在发生了异常情况。好的，我马上派人过去。李师傅，那个厂里让我们几个到您这报道。就你们这几个毛头小子，技术行不行啊？你看，这不是我们都是新来的吗？以后啊，您还多得帮着忙着，是吧？知道我是谁吗？打有这个厂子起，我就在。那时候你们这群小子，不知道在哪个娘肚子里待着呢。对对对，您说的对，您是老前辈，以后我们哥几个还得多跟您学习呢，是吧？行了，也不跟你们说废话了。你们每个人领把柜子的钥匙，工装工具箱都在柜子里。哎，好嘞好嘞，那我们先去收拾收拾，有什么事您随时吩咐啊，李师傅。那我们先走了，去吧。
李师傅，咱们该去检修设备了吧？李师傅，你没事吧？没什么。那咱们去检修设备吧。你们去吧。哦，我们俩肯定得去啊，但是得您带路啊。我不去，你们去吧。李师傅，您这是怎么了？这厂子这2天闹鬼。闹鬼？李师傅，您可别乱说啊！现在可是新中国了，现在可不行封建迷信那一套了，别吓唬我们。可是我……再说了，您不是老教育我们吗？您说电厂的安全关乎着全城的千家万户，是不是？是啊，我们可不想刚来就被开除。李师傅，你这一惊一乍的，没鬼也给你吓坏了。什么事儿？来了！什么来了？什么来了？故意的！哎，李师傅，我好像刚才看见一个白影。我也听见声了。虎子哥。不会，不会吧？走，先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局长，电厂好像确实是在闹鬼。胡说八道！你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了，怎么还信这个？我当然不信，局长。李师傅跟我说电厂闹鬼的时候，我跟您一样，我就觉得那是以讹传讹，而且我还批评教育了他。但是昨天我们巡逻的时候，大伙可真都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哭声。哎，我跟小张顺那声，我俩就过去了。那声啊，就真的像在我们耳边似的，但就是找不着人。你猜怎么着？我们就看远处啊，有一个白影，在窗户边嗖的一下就没了。李师傅还跟我们说，春城电厂在满洲国的时候是小日本的一个监狱，那时候那得冤死多少人啊！邪得很。局长，你给我住口！真是你也是个老公安了，你怎么觉悟连个农村老太太都不如啊？不是什么不是，那农村老太太都知道现在是新中国了，解放了，破除封建迷信，你怎么反倒信起迷信来了？我告诉你，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鬼，要是有鬼，也是人心里的鬼。对，局长，我倒不是怕，我就是觉得昨天那情况，确实有点怪。也行，别再说了。今天晚上多带几个人跟我去，给我查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有鬼。又去？废话，当然要去了，去。是。长官，独龙在电厂里翻了几天，不仅没有找到密室，他还装神弄鬼惊动了发电厂的人，公安局的人都已经入住了。蠢货！这个独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密室一定就在电厂里。仙人掌的情报不会有错，看来只能问崔胜文了。崔胜文？怎么问？那可是崔家的电厂。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密室。
走。哎，我说大姐啊，大半夜的你不让人睡觉，安的什么心啊？这黑不隆咚的厂房里想找什么呀？你到底找什么？叫我什么？大姐啊。大姐，你还把我叫老啊你？找你来当然是有好事儿了，这么多话。哎呦，有好事你能想着我呀？你不早叫陆科长来了？工作时间不许瞎扯。哎，好。哎，不过我有2个秘密，你想不想听啊？什么秘密啊？第一个呢，是陆科长他喜欢你。你说什么呢？哇！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哎呦，现在谁看不出来他喜欢你啊？哎，别动手啊！第2个秘密呢？还有个秘密啊，你也喜欢他。哎，工作。好，工作。不是你干嘛呢？神神叨叨的。你看，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你们说的鬼。上次你跟小徐在电厂值班的时候，不是跟周局长汇报说看见鬼了吗？合着你大半夜不让我睡觉，就是为了让我扮张天师陪你捉鬼哈？怎么着，你还不乐意了？乐意，非常乐意。以后有这种好事啊，你都叫着我点儿。就是不知道陆科长会不会批准。你哎，别动手。看来真鬼现身了。包超，走。站住！别动！怎么是你啊？我还想问你呢。我刚刚明明看见有个人影过去，怎么就不见了呢？我也是跟个黑人过来的。谁？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真是奇了怪了，明明声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怎么就没有人呢？奇怪。你听，这哭声好像从这儿传出来的。
总算找到你了。哪儿来的什么女鬼叫啊？其实，就是空气通过这些孔洞摩擦发出的声音。而且这种地下的真空管道，起到了音箱扬声的效果，故而声音就被放大了。的确是人工的。你再看那个螺丝钉，似乎是有人新拧上去的。而且这个螺丝钉和原本的钉孔是不匹配的，显然是有人情急之下给摁上去的。看来这件事儿不只是装神弄鬼这么简单。对。我说特派员老弟，这二叔到底搞的什么鬼把戏呀？这大姑娘都快上轿了，我这耳朵眼在哪儿还没摸着呢。眼看着惊蛰计划的行动就要到期了，你我却带着弟兄们在这坐冷板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这到底谁说不是呢？不瞒你说，再这么闲下去，我都得闲出病来了。闲着？我看老弟今晚没少走动吧？哼，这是什么意思嘛？别动，老弟，我这枪可不讲什么兄弟交情。您看看您这靴子上的泥，说说吧，干什么去了？陈将军果然好眼力，只可惜，兄弟我原本将心向明月，无奈陈兄在梦中啊。我陈世明就是一介武夫，把话说明白了。作为蒋委员长和毛局长钦点的特派员，我曹某人能够甘心被二叔抢了功而无动于衷吗？难道你……没错，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探究二叔的行踪，我刚才就是夜探二叔的驻地去了。可惜他狡兔三窟，我绕着黑龙山转了大半圈都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妈的，这小娘们还真不简单呢！陈将军要是对我还不信任，大可让人来搜来查。哎呀，曹老爹，咱哥俩都误会了。我是生二叔那王八蛋的气呀！明明兄弟们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可他偏偏每次都给咱那些娘们的任务。你说，这到时候老头子和毛局长那儿，咱们可怎么交代呀？是啊，哎呀，可惜啊，今天晚上的行动劳而无功，心中愤懑。要不陈将军留下一叙，咱们倾诉倾诉，倒倒苦水。哎呦，什么劳而无功啊！你能为弟兄们考虑，就是为我陈世明分忧啊！好，这样吧，你先歇着吧，咱哥俩有的是时间。到时候怕是向别人倒苦水的是他二叔啊！多谢将军体恤，那我就不送了。告辞，你歇着吧。同志们，安静一下。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谈一谈最近电厂闹鬼的事情。水了呢！对呀，怎么闹鬼啊？赶上班了。你说一说吧。大家都先安静一下，先听陆科长把话说完。所谓的闹鬼事件，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了。
纯属无稽之谈。你们听到的鬼叫，只不过是空气通过管道的小孔发出的声响，根本就不是什么鬼叫。你们都听过哨子的声音吧？那个下水管道就是被风一吹会发出哨子的声音。还有啊，不是有人说看到了白色的鬼影吗？我给大家看样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啊，这上面还带个线儿的。哎，所谓的鬼影，只不过是有人把线穿到了白绸子上，到处乱跑而已。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有人看到的鬼影。陆科长，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我们厂子里装神弄鬼？没错，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什么鬼神。你们说的鬼，只不过是你们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想象。所谓的闹鬼事件，也就是有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你们心里的这种想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志们，现在是新社会了，大家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千万不要被封建迷信蒙蔽了眼睛。至于什么闹鬼事件，大家更不用怕，我们要团结一致的把背后搞鬼的人给抓出来。我们绝对不允许有装神弄鬼之人破坏我们的新生活。经过鉴定，被害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心脏病突发，难不成他真是被活活吓死的？市医院没有被害人的病历。心脏病突发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病理性的，也有可能是人为的。目前无法排除任何可能。在被害人身上，尤其是静脉处，有没有发现针孔？确实，我们在被害人的右手臂的静脉上发现一处针孔。你想到什么了？凶手使用的是真空注射器，将空气打入到被害人的静脉，这就是所谓的空气杀人。除了这一点，在被害人身上还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在被害人的指甲里发现不少泥土和漆质的混合物，据推测应该是被害人在发病时过于痛苦，手指抓握地面留下的。泥土和漆质的混合物，做过化验吗？什么样的泥土，什么样的漆？我们只化验出了是泥土和漆质，没有致死性，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不用了，谢谢。好，不客气。您请坐。哎呀，我说特派员呐，人家在山下干得热火朝天，你我却带着弟兄们在山上坐冷板凳，这二叔到底是什么意思嘛？还真拿咱们这些红薯不当干粮了。哼，什么意思呀？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就是信不过咱们呢。娘的，老子得到国防部告他一状。有什么用啊？连我这个委员长钦点的特派员，他都没放在眼里，他还怕你告状啊？人家现在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干什么事儿都是先斩后奏。国防部对他也是鞭长莫及呀。和共军正面死磕，他让我们当炮灰，用完了把我们甩在一边，成了大山里的孤魂野鬼。他奶奶的，逼急了我向共党投诚去。陈将军，你能够带着弟兄们抛家舍命，为党国尽忠，上峰都看在眼里呢。
曾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是党国的好战士。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凶险，不但外有强大的共军，而且我们内部也非常不团结，相互猜疑，各行其事，这一点比共军还要厉害，还要危险。所以，作为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应对呀。这个二叔，我会尽快跟他摊牌，信得过就干，信不过就算。对，我算是看透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特派员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几句话就说到我心里敞亮了。要是没有二叔这个屠夫啊，我们也不会吃带毛的猪。特派员，从今往后，我和弟兄们一定不折不扣，坚决服从你的指挥。陈将军真是个爽快人，论级别我是你的上司，论年龄你还是我的兄长，咱们已经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只要能完成惊蛰计划，带领弟兄们为党国建功立业，我理当鞠躬尽瘁，不负众望。我这就向国防部发报，恳请他们迅速向我部空投军火。只要咱们有了枪支弹药，就不用听他调遣了。对。报告。进来。报告周局长，司机班的小兵今天没来上班，人也不知去向。哦，他最后出现什么时候？今天早上就没来上班。司机班长给他家去了电话，人也不在，其他人都不清楚他的下落。知道了，你去吧。是。周局，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内鬼？是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那这样，我马上派人去查找他的下落。不少暗哨即可。如果他真是狐狸，恐怕这几天不会露头。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局里敌我的态势不是很清楚，这个小兵是不是内鬼也不清楚。如果是敌人使的障眼法呢？或者是想断其遗址保全其他，这都需要搞清楚。谋定后动。是。你累吗？不累。我觉得吧，这2天发生的事情，他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敌特设的套，在跟我们周旋。别人能看出的问题就不要讲出来了。跟了我这么久，真是枉然。电厂闹鬼，那很明显是敌特放出的烟雾弹，可问题是，他放出的这个烟雾弹，他在掩盖什么呢？这才是我真正要考虑的问题。我从来不相信巧合，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出巧合背后的关系。干我们这行的，不是被别人算计，就是得算计别人。我现在在想，我该怎么算计算计你，你才会带我去吃早饭啊？你别瞪我，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那你知道斯大林说过什么吗？什么？只想着吃的女孩子会胖。我身材那么好，我胖吗？我跟你说，你别找借口，你就是小气，不想请我吃。我这屋真缺一面镜子。
报告。进来。这是高建华居所发生爆炸案的现场提取的脚印留痕。头儿，结果显示，这个鞋印跟咱们内部颁发的军鞋的鞋印一模一样。是内鬼，而且还是个外八字。还真是个外八字，而且鞋底不平衡，挑红清晰，步长较短，步脚又较小，证明这个人比较年轻，而且躯干前倾，臀部后凸。你这也太神了！你就看一眼鞋印，这疑犯的情况就都知道了。对啊。哎，小徐啊，我发现你也是个外八字。我外八字怎么了？我又没犯罪。我想想啊，年轻，外八字，躯干向前，臀部后凸，真的挺像的。我觉得他也应该去做一个鞋印比对。头儿，他冤枉我，头儿，你别信他，你可不能信他。我知道。那你是相信我了？我相信证据。你脚多大？我43号。这是41号的鞋，你穿得进去吗？我这是在给你洗脱罪名，你该感谢我。谢谢。小徐，去把刘宁给我找来。是。你找他干嘛？想知道吗？想。周恩来同志说过，保密工作很重要。哎呦，要死了！刘科长，对不起，对不起，我来帮你捡。哎，小兵啊，你不是请假了吗？好久没见到你了。老家来了封信，说我娘病了，我一着急就回去了。这不，我才刚赶回来。哦，那你娘身体没事吧？没什么大碍，人年纪大了，难免磕磕碰碰的，静养一下就好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哟，穿新鞋啊？第一天穿吧，好新啊！局里发的那双鞋刚好磨破了，我娘做了一双新的，我就穿上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有娘的孩子幸福。你要是喜欢，回头我让我娘也给你做一双。哎，不用不用，我就算了，我穿旧鞋蛮好的，合脚啊。哎，给我。年轻人啊，不要那么重的好奇心。哎，这个保密的，你不能看的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咱们局里啊有内鬼的。啊？不会吧？证据我已经掌握了，估计这2天就能把他抓住。哦，别跟别人讲啊，保密啊。是。好了，你快进去报道吧，我也走了。哎。目前，这是唯一的线索。把这里所有的脚印都提取出来，进行比对。是。不许放过任何一个，我要尽快得到结论。是。别动！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小兵啊，小兵，我多希望不是你啊！我应该想到这是你们设套在试探我。其实你们怀疑我，根本就拿不出什么证据。走夜路吹口哨，你给自己壮胆啊！没有证据，我在这等你吗？你在爆炸现场留下的鞋印就是铁证，你晓得吧？鞋印？什么鞋印？任何罪犯都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蛛丝马迹。你作案时候穿的那双鞋，我已经让虎子在你宿舍里面找到了。我教教你啊，以后做完案以后，一定要把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不过没关系，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应该，不应该。好了，政策你都懂的，不用我多说的。坦白一切，我保证给你第二次做人的机会。听明白了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小兵，再跑开枪了！站住！谁让你真开枪的？我是朝他头上方开的枪，没有枪伤。他不是中枪死，是中毒。中毒？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就让这个人就这么离奇的就死了啊？突然的啊？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像什么电厂闹鬼，包建华失踪、被劫，这不是孤立的，这都是跟那个惊蛰行动有关联的。我们可倒好，一筹莫展，丢不丢人？现在就让这个嫌犯不明不白的死在我们公安局了。你们还让不让我干这个局长啊？我告诉你们啊，625专案必须向纵深发展。我命令，就从这个魏小兵死入手，给我找出突破口。局长，尸检报告显示，魏小兵是中毒身亡，而毒药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断肠草，也就是马前科的钩吻。这种毒药一经入口，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毒发身亡，所以魏小兵的死亡是完全吻合断肠草中毒的症状。那你觉得他是自杀还是他杀？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暂时还无法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别人呢？大家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小兵不太可能是自杀，因为当时我抓他的时候，他除了惊慌，并没有表现出别的异常，而且虎子一直跟他是贴身站着的，他就算想服毒，也没有什么机会啊。局长，我同意刘宁的意见。那也就是说，有人事先给他下了毒，杀人灭口。那咱们局里还有内鬼。把最近跟魏小兵接触的人通通查一遍，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敌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我们进行渗透，而且还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这不能小视。同志们，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外部有不断作案的武装特务，而内部又有阴险狡诈的内鬼。这个内鬼要比外部的特务更加阴险，因为堡垒往往就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嘱托，玷污了我们人民卫士这个光荣的称号。局长，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内鬼。光有决心不行，还要讲究方法，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报告，
不是，哎呦，你进来能打个报告吗？你现在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破离奇案。我就是打了报告也没人理我呀。都有事啊？哎，你要照镜子吗？你看你那表情，眉毛都拧成一个结了。来，快笑一下，笑一下，我就给你重要的线索。你是找到涂料的出处了？那还是找到案发现场装神弄鬼的人了？什么毛病啊？到底什么情况？说，给我。我说过了，你笑一笑，我就给你重要的线索，不吃亏吧？周雨涵同志，我请你严肃一点。看看这个，这个是我在迪特装神弄鬼的现场发现的螺丝钉。这个螺丝钉可厉害了。说清楚。你看啊，这个螺丝钉有8成新，可是那是一段废弃多年的旧管道，为什么会有这么新的螺丝钉安装在管道上呢？是个问题。废话，没有问题那叫问题吗？干嘛去？干嘛去？周姐，我到了。刘来了啊！好，刘宁来了，咱们就开会。来，坐下。那就咱们几个，不等其他人啊？你还想等谁啊？我刚才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陆凯跟小周啊，他们去哪儿了？他们是不是有新的任务啊？哎，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每次都让我最后一个知道的。哎呀，看看你，你最后一个知道什么啊？又闹情绪了。哎呀，你看你，他们可能觉得你忙啊，他们也忙啊，不想打扰你呗。什么不想打扰我？哎，他们这是排挤革命同志啊！他们故意躲着我的。刘宁，你想多了。刘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还是老同志呢，干咱们这行纪律你不知道啊？真是，你管他们干什么？一天到晚的瞎想乱想的。坐下开会。周姐，我坐下。老王，先说说电厂的情况。哦，情况是这样的。调查出电厂那个人的死因了。他指甲里的油漆我拿去化验过了，和电厂管道新喷的油漆是一样的。我还查出他在电厂留下的家庭地址是假的，就是这个人在电厂装神弄鬼，他应该和上次纪少辉被杀相同。我推断是迪特主动掐断了线索。找出敌人的行动目标，抓紧时间。是。今天包场啊？还不都是因为你？抱歉，晚到了2分钟。没关系，先喝杯咖啡再说吧。等会儿，咱俩换换吧。你们也太放肆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还不快给曹先生换一杯干净的！特派员，你是怎么做到一眼就看出这杯咖啡有问题的呢？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是想考我吗？如果服务员泡好了咖啡马上端上来，那么2个杯子的把儿是冲一个方向，而刚才他放下来的时候，我那杯的杯子把儿是冲我的，明显这杯咖啡被人动过。果然是个高手，眼睛太毒。我的眼睛要是不毒，就被别的毒给毒死了。总指挥，咱们可是一艘船上的乘客，你为什么处处防着我、算计我呢？我又怎么了？一个服务员腰里别一把匕首，什么意思？记住了，小子，以后要藏匕首，尽量藏在背后，藏在这儿。这块衣服显得很僵硬，傻子都看得出来。滚！特派员，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原来你一直把我当对手啊，怪不得处处跟我设防呢。你太让我失望了。特派员，你今天这么着急叫我来，不是为了扯这些闲篇的吧？有话就直说。在这次惊蛰行动中，我可是国防部委派的军事特派员，可是你很多事情、很多行动都瞒着我，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在这次惊蛰行动当中，我是总指挥。该做什么样的行动，那是我的权利。难道你忘了行动的规矩是什么了吗？执行行动，而不过问行动。借口！你连行动的基本目标都不告诉我，你让我们怎么行动？那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啊。你们该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们。还是借口？知道党国为什么失败吗？他根本就不是败在共产党手里，而是败在咱们自己手里。文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武将打起仗来贪生怕死，搞起内斗来一套一套，生龙活虎。党国要是不失败，老天爷都不答应。特派员，您刚刚说的那些话，都够得上共产党的资格了。共产党要是愿意要我呀，我还真不介意做一次党国的叛徒。特派员，你也别生气，我确实有我的苦衷。这样吧，从今往后，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你沟通的。沟通什么？上次那个秘密武器库，我们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打开的。你倒好，连锅端，结果便宜了共军他们。用得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党国的军人，要为党国出力；用不着的时候，我们就是空气。你别忘了上峰的命令，这批武器可是用来装备反共游击总队的。这是我的疏忽，我的错。陈世民他们又不是没有武器，子弹我们让国防部空投。没有弹药，他们手里的家伙还不如烧火棍儿，用空投根本就不是办法。我敢断定，再投5次、10次，照样被共军截获。我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呀？没有弹药，惊蛰行动就要功亏一篑了。活人能让尿憋死吗？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解燃眉之急。什么办法？我知道一个地下军火交易市场，那儿的卖家我基本上都熟，早在抗战期间就跟他们打过交道。要不我找他们解决子弹的问题？可是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行动迫在眉睫，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啊。借？找谁借啊？崔胜文呢？他们家可是春城的首富啊。崔胜文，
他好像对我成见很大。这样吧，特派员，你帮我周旋一下，告诉他，利息可以多给。交给我吧。崔胜文老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对党国的忠诚，那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拜托特派员了。好说。只是希望总指挥今后要按游戏规则出牌，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要分清楚啊，免得耽误了惊蛰行动。三弟，看呐，多美的景色！我现在可没有闲情雅致去欣赏美景。我们现在就像是黑夜行舟，你知道吗？完全找不着方向。我看不见得吧？怎么不见得？我们明明知道麻雀就在那儿，可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它，而它呢，越来越猖狂。难道我们要一直这么坐以待毙下去吗？情况越复杂，越需要冷静。别看我们的对手瞒天过海，身份隐秘，其实他们很多行动都陆续暴露在我们的侦察视野中。你呀，有时候就是锋芒太露，要学会以逸待劳，隐藏自己的意图，以免过早惊动对手。诸葛兄，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锦囊妙计啊？弟弟愿闻其详。锦囊妙计谈不上，无非就是顺势而为。你不是常说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大哥今天还真有事要求你帮忙。大哥，你尽管说。惊蛰行动走到今天，虽然我们破获了一些情报，但惊蛰行动的最终目标尚未确定，还要慎重对待呀。二叔之前的那些行动都是幌子，他就是想用这些行动来掩盖惊蛰行动的真实目的。这个逻辑成立。你看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武器库，却并没有发现细菌武器。你说这是为什么？再加上二叔疑神疑鬼，瞧不上那个陈世明，惹得那个陈世明是大为恼火呀。虽然他们内讧是个好事，但二叔和陈世明毕竟是个危险因素，我们必须釜底抽薪。我想了个办法，可以毒死敌特获得地下军火的渠道，这样我们就有了可乘之机。终于说到重点了，接下来呢？掌握敌特的行动命脉，形成困敌之势，这就叫做损刚易容。所以我想啊，只要我说能解决军火的问题，那我和陈世明就有了和二叔谈判的筹码了。再说了，如果我掌握了主动权，敌特行动的危害才能降到最低。诸葛兄果然高明，弟弟佩服。行了，演戏是需要道具的，大哥我又没钱，为了保密还不能动用局里的资金，这不就想起你这个崔府大少爷了？感情哥哥，你绕了这么大一圈子，还给我讲了半天《孙子兵法》，就是为了问我要钱。这是兄弟之间该办的事儿吗？你说吧，要多少？行了，算我前面没说，行吧？假戏要真唱的话，至少需要15根金条。多少？15根。有困难就算了。哎呦，没有，保证完成任务。